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小玉。不到3天，习近平2度登上国际舞台，先在釜山跟川普握手，后在庆州与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碰面，一场笑着寒暄，一场冷若冰霜。有人说这是外交，但更多人看出那是焦虑。镜头前，习近平脸色铁青，全程无笑。他不是不会笑，而是不敢笑，因为他知道自己正被3个方向同时逼到墙角。美国重启核试验，日本公开挑衅经济封锁，而国内军中连环清洗，政局暗涌，4中全会后的后遗症正在发作。表面是贸易休战，背后是核武竞赛；表面是文化自信，实际是权力自保。这场外交连环戏不只是中日关系测试，而是习近平政权最危险的信号灯亮了。10月31号下午5点左右，中共党魁习近平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在韩国庆州会面。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高市早苗与习近平会谈持续约30分钟。高市早苗一开始就说，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邻国，日中两国对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肩负重要责任，希望确认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筑具建设性且稳定的日中关系的方向。习近平表示，高市早苗自从就任以来，多次强调中国是日本重要邻邦的概念，凸显日本新内阁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立场。因此，习近平传达持续沟通合作的意愿，期望让中日关系走上正轨。不过 NHK 报道特别指出，高市早苗与习近平在峰会前握手时，脸上都没有露出笑容，与此前在 APEC 会场面露微笑互相问候的情形明显不同。高市早苗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召开前与习近平寒暄，他在自己的 X 账号上发布了附有合照的帖子。他透露，在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之前，他在候客室中与习互致了问候，当时的高市早苗面带微笑。对高市早苗与习近平的首次会晤，媒体特别关注2人的外交表情。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在中共外交中，中共官员的表情与肢体动作释放的是一种政治讯号。例如，习近平2013年3月就任中共国家主席以来，先后与安倍晋三、岸田文雄与石破茂等3任日相进行首脑会谈。2013年9月，习近平首次与安倍于俄罗斯短暂寒暄，正式会谈在2014年11月于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谈前的摄影时间全程面无表情，安倍试图攀谈，习近平仍朝向前方镜头沉默不语。会场甚至没有摆放2国国旗，反映出当时日中关系的冷淡。报道指出，2国关系恶化源自于2012年日本在民主党执政时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以及2013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相较之下，习近平在2022年11月于泰国曼谷与时任首相岸田文雄首次会面时，从一开始便露出笑容。岸田在自民党内主张稳健外交，领导的是重视与中国对话的红池会。2024年11月，习近平于秘鲁与石破茂初次会谈也有笑容。石破茂任内未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主张正视侵略历史，在中共内部得到一定的好评。习近平与高市的首次会谈将是中共未来对日政策走向的评断指标。中共官媒新华社21号的评论称，高市的历史观是明确的右翼立场，指出他常年参拜靖国神社，批评他否定村山谈话。高市上任时，仅由中共总理李强代发贺电，日经指出，在石破茂政府任内，中共推动恢复日本水产品与牛肉进口，展现改善2国关系的态度。
此次会谈的氛围与内容可能影响中共是否调整对日政策。据 NHK 报道，高市在与习近平会谈中也表达了对中共实施稀土管制等经济胁迫行为，以及中共在包含冲绳周边的东海活动的关切。高市与习近平的首次会晤前合影，双方都收敛了笑容，凸显了日中双方高度谨慎的态度。中国和日本关系似乎还在相互试探，中美贸易关系暂且休战，中美防长则在川习会后首次面对面展开交锋。10月31号，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马来西亚出席东协国防部长会议，展开一系列双边会谈。期间，他先后与中共国防部部长董军、印度国防部部长辛格会晤。赫格塞斯在与董军历时75分钟的会谈中，对中共在南海和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表达严重关切。美国不寻求冲突，但他强调，美国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保有相应的防卫能力，维持印太力量平衡。根据中共方面发布的声明，董军在会中要求美方在涉台议题上谨言慎行，并明确反对台独。这场会晤是继美国总统川普10月30号在韩国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峰会后，两国间首次举行的高层对话。最近几个月，赫格塞斯积极游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安全伙伴提升国防支出，共同抗衡中共在区域内日益强势的行动。他警告，若未采取更紧迫的行动，可能无法应对北京对台湾潜在的入侵威胁。根据 CBS 新闻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本周已下令筹备一项武力展示行动，以回应中共近期在南海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指出，目前还不确定这项行动是否真的会执行，但此举已被列为可行选项。10月31号，赫格塞斯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也进行了会晤，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防务合作框架。他将这项协议称为区域稳定和吓阻的基石。赫格塞斯告诉记者，这是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一步，为更深层、更具意义的未来协作勾勒出明确蓝图。有匿名官员表示，随着华府试图应对中共在区域内日益强势的举措，赫格塞斯接下来还将会晤印尼、菲律宾及泰国等国的防长。这次东协防长会议也有澳洲、纽西兰、韩国及俄罗斯等国的代表团出席。赫格塞斯在会晤董军后强调，美国有责任重启核武器试验。他说，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拥有可信的核威慑力，恢复核试验是相当负责任、非常负责任的做法。川普表示，他已命令五角大楼在与俄罗斯、中共对等的基础上开始测试我们的核武器。10月30号早上，川普的贴文说，核武器具有巨大的毁灭性力量，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中共的核计划在5年内将赶上美国。川普贴文没有具体说明试验将如何进行，但表示程序将立即开始。美国上一次核武器试验是在1992年，当时共和党籍前总统布什在冷战结束后宣布暂停试验。川普这项宣布是在川习会之前，虽然川普暗示这一举动并非针对中国，但外界分析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会不会把这项宣布看成挑衅。据《纽约时报》30号报道，川普重启核武测试的命令风头盖过了川习会，使得美中之间的核武竞争更为复杂。与此同时，中共也持续推进核武扩张，正重启位于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建设工程。据纽时预测，川普的命令可能是受到几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刺激。普京宣称已成功测试一款具备核能力的核动力水下无人载具海神。报道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场正在重启建设工程。
曾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担任图像分析师的巴比亚兹等专家，在近期针对该地区的研究中指出，此次建设包括可用于地下核试验的新隧道，这或许有助中共研发新型核武器。报道说，中共重启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建设工程，或许是在释放讯号，就是若其他国家恢复核试，中共也可采取对等回应。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潘达表示，如果川普真的下令进行新的核试验，美国需约18个月时间准备，内华达州可能用于试验的场地，中共和俄罗斯的准备速度可能会稍快一些。美国国防次长科伯吉今年较早时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俄罗斯几乎已完成其所有核力量的现代化，中共也在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其核武库扩充速度惊人。这些动向显示，中美较量现在只是在贸易层面暂时偃旗休鼓，在军事甚至最危险的核武竞赛方面，中共正在暗暗加大扩充的马力，让目光敏锐的川普感觉危险的迫近。即使是中美的贸易休战，也是短暂的。英媒《经济学人》报道，川普10月30号在韩国釜山与习近平会晤后，打出了12分的高分，展现出他一贯的乐观态度。川普的乐观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因中美贸易停火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全球最大2个经济体似乎不想脱钩，也没有在台湾问题上讨价还价，因为无论是经济脱钩还是台海冲突，对亚洲经济和全球经贸都会造成沉重打击。英媒认为，不幸的是，中美这次达成的协议看上去既模糊又短暂，也就是说，全球2大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仍建立在沙土之上。到目前为止，釜山达成的协议细节依旧不明，这本身就反映出2国外交关系的不断变化。协议的核心是暂时搁置贸易战中各自挥动的武器。中共同意推迟1年对关键稀土出口的限制，美国则暂缓对中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以及被列入黑名单中国企业的子公司实施出口管制的威胁。双方还避免了在航运问题上的正面冲突，会谈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将重新开始购买美国产大豆，美国则会因中国加大管控芬太尼原料而将20%惩罚性关税减半。值得庆贺的是，川普与习近平的会晤没有涉及台湾问题，但这次峰会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首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仍高达47%，和川普上台之前相比，这样的水平依然很惊人。协议的条款也是临时性的，不仅明确规定部分内容将在1年后重新审查，而且从川普过去的做法来看，他随时可能因任何问题突然施加新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另一个潜在冲突是，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共是唯一与美国叫板的政权。釜山峰会前，川普在亚洲进行了一场王者访问，各国领导人一路上献上赞美和礼物，有军机伴飞，有金色高尔夫球，有华美的复制王冠和无穷花大勋章。日本、马来西亚和韩国都做出让步，不仅在市场准入方面开绿灯，还承诺向美国投资数千亿美元，以换取在关税上的短暂缓解。中共在川习会前公布了“15+5”规划建议，强调科技强国等一系列 AI 科技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蓝图，磨刀霍霍准备与美国大干一场。所以中共服软的背后是中共的刀子还没有磨好。釜山峰会不过是一场中场暂停，竞赛远远没有结束。美国外交杂志刊文称，习近平上台13年，外界对他掌握权力程度的判断可以说是两极分化。有些人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继任者，掌握了几乎全部权力，将国家塑造成自己的意志延伸。
另一些人则认为，习近平的权力极为脆弱，随时可能被不满的精英通过政变推翻。有人认为，中国在习近平治下是一个拥有意图、资源和技术实力的强大竞争对手，可能超越美国。也有人认为，中国已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体。在不同人眼中，中国的增长模式可能是充满活力的，也可能是停滞不前的，是持续创新的，也可能早已被困在过去。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华盛顿的一些人认为，中共治理体系失败，相对于美国而言，正走向衰退。中共的腐败根深蒂固，甚至渗透到应当维护中共权力基础的公安和军队中。习近平将腐败归罪到中共的改革开放导致的所谓自由化，他试图让中共彻底摆脱中共历史的兴亡循环，彻底逆转自由化。这是一场反改革运动，习近平正在将中共重新推到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正不断加强中共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不再走革命或改革的路线，而是迈向技术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纪律性推进，以增强中共的地缘政治地位。其最终目标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习近平把自己的权力和中共绑在一起，发誓要成为超过毛泽东的中共领导者。他还想长命150岁，好完成他打垮美国的梦想。因此，习近平没有内在的动力推动更大程度的经济开放，而是将权力集中到自己身上，让现代科技，例如人工智慧，服务于他的权力。在习近平看来，阻碍中共赶超美国的不是国家干预过多或集权政治，而是人们对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对自由的追求，是这些动摇着中共统治的根基。于是，习近平摒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策略，采取所谓亮剑出击的策略，也就是战狼外交的新路线，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是强硬无比。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并将中共副主席一职从培养接班人的岗位变成了安置退休官员的闲职。他还拒绝让任何其他文官进入中共的最高军事机构。未来习近平的接班人无法借此积累军中支持，将很难稳固权力，其任期也很可能短暂。习近平陷入了独裁者接班人的危机之中。这和前苏联一样，始终未能解决接班问题。前几任苏共领导人不是亡于任上，就是遭到清洗。戈尔巴乔夫则引领体制走向瓦解。对习近平而言，关键挑战是如何在赋予接班人足够权力，以便其日后掌权的同时，又不让这个接班人过于强大，在习近平仍掌权时构成威胁。即使习近平在2027年下届中共党代会上指定接班人，如何把握这个权力平衡仍将是个难题，也不能保证他的选择能顺利成为储君。在胡锦涛之前，很多被看作接班人的人物最终都被清洗、逮捕、排挤，甚至还没上位就去世了。这很可能也是习近平的命运。他以为自己掌握一切权力，但权力是一团很难控制的火焰，他会反噬掌握他的人，这可能演变成一场滑稽剧。习近平反对习近平，这一幕正在中共政坛上徐徐展开。何卫东、苗华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亲信，如果他们又都是习近平拿下来的，不正是习近平的双手互搏吗？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